这个危险了，连续的重拳，这个不行，20多次的重拳，手拿起来也没有没有，这个裁判注意看，他是首位来华挑战，险些颠覆中国拳坛的搏击天王。仅用1晚就将3位中国搏击选手打成重伤，送进了抢救室。而他更是创造出了来华5年时间击败 KO 15位中国选手的记录。他的威名不仅仅响彻了整个世界，还将整个中国拳坛搅和的鸡犬不宁难以安生。他就是来自荷兰搏击王国最恐怖的重炮手阿尔伯特·克劳斯。在克劳斯职业最辉煌的时期，可谓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上到排名前5的世界冠军，下到搏击小将，他都照打不误。就连泰拳王子波球都曾被他打得怀疑人生，不敢轻易招惹。正因如此，克劳斯凭借一双虎虎生威的铁拳，站在了世界最巅峰王座。就当克劳斯连续击败18位中国选手之后，他便认为中国功夫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笑话，还打算带领教练团队彻底称霸中国拳坛，以此开拓搏击市场。而眼看中国拳坛即将陷入岌岌可危的局面，中国酷刑者顾辉临危受命，接受了这项光辉且危险的使命。对比2位选手的年龄与战绩对比来看，顾辉获胜的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就算如此，顾辉依旧要豁出性命与克劳斯大干一场，为国争光。如果再让克劳斯连胜下去，中国选手们将再也无法抬起自信的头颅。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究竟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顾辉，黑色拳套就是荷兰选手克拉斯。克劳斯已经在中国参加了6年的比赛，自然克拉斯对于中国选手们的战术打法相当了解。一上来，克拉斯就展开极具压迫性的铁拳，逼近顾辉内围，以此打出压制效果，争夺比赛点数。就连早有准备的顾辉也在此刻不知所措，只能做好防守反击报价，给予反击。刘明志的复仇之战。但是刘明志是因为体重的问题，是临时变阵空降顾辉。我们看到克劳斯把顾辉逼到了绳脚。我们看到也是克劳斯是不打算让顾辉从绳脚跑出来。对于顾辉来说，那这场比赛能否顶住克劳斯连续的重拳，也就是说顾辉的泰拳的功底能否不断的去破坏克劳斯往前进的这个拳法所依仗的支撑腿的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顾辉在比赛的时候呢，是不断的观察克劳斯的下半身。克劳斯拳法见长，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把自己的重心往前去送，往前去压。现在是顾辉是边退边打防守反击，不断的去踢去挑，来破坏克劳斯前腿支撑腿的平衡，连续的扫踢非常的重啊！刚才看到顾辉的前手的摆拳非常突然，克劳斯这位老将是这时候的克劳斯威名早已响彻世界，台下的拳迷粉丝都认为顾辉今晚绝对会输得很惨烈，甚至还面临着被 KO 打成重伤的风险。毕竟双方选手实力技术相差悬殊，而且克劳斯是名副其实的拼打型重炮手，顾辉在擂台上绝对不敢轻易承受克劳斯的重拳，稍有不慎都会被击倒读秒。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比赛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克劳斯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做发力的进攻。克劳斯的追击，连续的拳法，克劳斯能够实现左右架的互换。克劳斯还是不断的向前逼近，逼近的时候呢，不断的是以轻拳来干扰和试探对手。这个迎击拳来自于顾辉。漂亮的后手重拳，直接后手，非常密集的拳法的反击来自于克劳斯。这场比赛，顾辉想必是要一锤定音。克劳斯现在仍然是不着急。好，比赛来到第2回合。其实克劳斯最初的对手是中国选手刘明志，但是碍于刘明志在备战训练期间手臂骨折，只能因此退赛。顾辉也成为了替补成员，临时顶替上场。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的备战时间，加剧了顾辉的比赛难度。这也是为什么克劳斯没有把顾辉放在眼里的原因。克劳斯再次组合拳逼近顾辉内围，要在这回合铃声敲响之前结束战斗。是 KO 了很多的对手，而克劳斯再次的把顾辉挤到了绳边。因为刚才有几次顾辉的
后手拳就是他的左手的重拳能够打到克劳斯，是因为克劳斯如果说是右手在前的话，自己的头部的右侧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当。是的，而且顾辉也是非常善用自己极为快速的启动的速度。你看到顾辉打的也是非常的冷静，在自己身体消耗这方面也是做到了能消耗的少，能做到更精准的打击就做更精准的打击。我们看到顾辉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在后退的同时有可能会突然来出非常重的拳法，只有这样非常重的单击的拳法给克劳斯造成不小的影响。果然，克劳斯认真起来，就如同发疯的公牛，所到之处都充满了危险的气场。而顾辉尽管表面淡定，心里也难免都开始紧张起来。毕竟克劳斯引以为傲的就是穿透力极强的铁拳，顾辉无论施展何等反击动作，都不能阻止克劳斯前进的脚步，甚至还有可能激怒对手，迎来更沉重的打击。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吗？到目前为止他的贯彻的情况，你觉得如何？顾辉的这个打法是非常克制克劳斯，他是不断的移动，然后用扫踢来干扰克劳斯。这时候只要是顾辉的体能储备足够，我觉得他的机会很大。至少从目前为止，顾辉因为长期的坚持的训练，即便是临时骗阵，还是体能非常的充沛。老斯就是单拳的直接的后手拳。老斯把顾辉刚才是逼到了绳脚，但是顾辉非常迅速的撤出。是的，好，10秒钟的时间，不停的移动，连续的袭击来自于克劳斯。比赛来到第3回合，2回合下来，尽管顾辉处于防守反击状态下，但是已经有不少中国拳迷粉丝看到了希望。不被所有人看好的顾辉能在克劳斯的铁拳下撑到现在，还打出了多次的精准命中，扩大比分。克劳斯看着眼前的顾辉，也开始怀疑人生起来。当然，当克劳斯与顾辉对峙，难免就变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顾辉也正在从弱者向强者转变。能感觉到顾辉现在的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顾辉在这个时候已经毫不吝啬自己的体能。顾辉也是采取不断的近身破坏距离，然后来给自己体能保持自己的体能的储备。漂亮的后手拳！这时候克劳斯连续的组合拳进攻，顾辉的反击组合拳，连续重拳来自于克劳斯，顾辉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移动。连续的转身的边拳，25秒。克劳斯可以说是面对着顾辉的移动，以及在奋力的去围追堵截。重拳击斧来自于克劳斯，顾辉予以反击。不到10秒钟的时间，全场都已经沸腾了。比赛结束，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根据评审一致判定，顾辉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顾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